博文，来一下分流岗。来，这边请，谢谢。快看，你好，请接受检查。嘿嘿，好。这边请。你好，女士，您的包需要过一下。看，你看，打开给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呀？海关规定，我们需要查一下。哎呀，我平时过地铁都是这样子的。你好，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这包需要国际检查，请您配合我们工作，不然的话，耽误的是您的时间。我都说这没什么，这。哎呀，这他让你过你就过呗，不想出国了。请那边稍等一下，谢谢。看不起。先生，方便问一下，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吗？哦，这是我们家保姆。哦，那您对保姆很好啊，带她出去旅游去。你看我这腿脚不方便，这一路上总得有人照顾啊。孩子们上班忙，没时间。是，有道理。这位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这个包需要打开一下，我们要检查。请这边，您稍等啊。哎呀，你们看，这不都是些零碎吗？有哪个是不让带的？那个，我这不要出远门嘛，我家里的钥匙我就全部带上。你们家得多大呀？这么多门吗？哎呀，还给我！也没有说这个海关那个不能带钥匙出国的呀。哎呀，赶紧还给我呀！你耽误了我工作啊！我要投诉你们的啊！哎，你干嘛？你还给我！你别动，女士不要动。钥匙可以带出国，但是金钥匙不行。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携带出境超过50克，需要向海关申报。您这串钥匙估计可不止50克。哎呀，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偷偷把这黄金带出国呀？我说，哎，是这样，在这位女士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这个。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呦，我怎么看错你了？哎呀，这是老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是这样，现在没有人照顾您了，您这国还出吗？海关同志，感谢你的通情达理。你看，我这机票也买了，而且落地之后，我那边也有朋友接。咱们机场现在不是有那个特殊陪伴吗？那个服务，我呢上了飞机就行了。您这轮椅为什么没有托运呢？哦，我呀，跟这个航空公司申请了，他们说呀，他们公司这个飞机宽大，我这个能上。行，那这样，我去联系一下工作人员，大宇，给老先生倒杯水。好，您稍等啊。哎，好，稍等一下哈。好，您久等啊，有点烫。小心啊，先生。这没想到您是能站起来呀。是这样，您这轮椅需要单独过机检查，您还捡吗？不过了。先生，请您配合中国海关检查。
们这边完事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这么多水客同乘一个航班，你不觉得很蹊跷吗？是啊，我也纳闷。按理说这些水客应该会互通消息，绝不可能把这些鸡蛋放在一个筐里，这不给他们这么大礼吗？所以说，这帮人是被人利用了。这些水客是棋子，他们是被人诱导的，有人花大价钱来诱导他们，让他们铤而走险。举报黄金走私的这个人，他想声东击西，让我们应接不暇。他非常有可能是要将血液基因样本走私出境的艄公。不是，那这艄公为什么还没出现呢？在现场没有一片混乱之前，那个艄公肯定不会出现。明白了，这事好办，我去把水再搅浑一点。走。博文，各放一人到无申报通道。快一点，走一点。马上，先生不要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好吗？谢谢配合。来，下一位。后面的旅客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一个一个来，好吗？一个一个来。快一点，麻烦快一点啊！自己打开。请自行打开，谢谢。后面的旅客请往这边走。好，慢慢放人。收到，放人抢到。来，可以了。收到。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告诉你们，可能想投诉。是，不好意思。郭坑，人动起来了。好的，收到。都等着吧。您好，好戏要开场了。海王同志，你好。是这样的，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但是，我刚才看见咱们宣传栏说禁止携带名贵中草药出境，我就有点拿不准了，想请您帮我看一下。好，请跟我来。哎。您稍等一下，老哥，这位旅客说他携带了中药，麻烦你也看一下。好。你好，自行打开。好。这里边有黄精，有石斛，还有白花蛇。您的药材已经按配方打碎炮制，用于煎服，且数量符合自用标准，可以携带出境。啊，好。但是，如果在入境国有限制，您是不能在他们的海关通关的。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黄老师，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谢谢啊，先生，麻烦您再过一遍 X 光机。哎，好，谢谢。好，谢谢啊。先生您好，这个包也是您的吗？哎，对的。那我们也需要查验一下。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双鱼，你来。来，写字便。
电动牙刷。望远镜。没事，我来吧。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不好意思，您这个包也需要过一下 X 光机。啊，好。有问题，看不清。还有，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给，查吧，还查什么？请您稍等。这位同志，我们是主动向你们寻求帮助的，而且你们的检查我们都全力配合。你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无故刁难，我可要投诉了。我们这不是耽误时间，不是耽误时间，那是干什么的？无聊，钱的活，消遣我呢？投案检查区禁止私人摄录，请大家放下手机，好吗？不是，为什么不能拍了？我们是公民，有监督你们执法的权利，怎么不能拍？来，大家伙来都拍啊！检查完箱子查背包，查完背包查外套，你们查到什么了？啊！来，大家给他拍下来发网上，让人民都看一下，什么叫穿着官服欺负老百姓。陆先生，好，谢谢。您好，大家不要耽误。我是淮安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长。谢谢。你先不要生气，我问一下什么情况？怎么了？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你有证据吗？来，往前走。我暂时没有找到。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郭克，道歉。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行了，这位科长，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杯子？刚才过 X 光机的时候，看见您有个保温杯在里面。哦，别麻烦了。哎，先生，不麻烦，一点心意嘛。来，给我吧。我飞机要飞了，我还赶时间。不着急，打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我这就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不添麻烦。哎，我飞机要飞，要不算了。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哎，来了。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人到中年嘛。是啊，我也是。你烧了多少水？1瓶矿泉水就亮。1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我专门挑的，壁厚，保温好。您放手，我让您放手。轻量本盒。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很清楚吧？我，宋姐，好。先生，请跟我来一下。宋姐，通知祭司。好。
行啊，小张，快坐坐坐坐，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竟然没被闯空门。闯空门？啊，就像刚才那样，嫌疑人故意扎到你眼皮底下，让你放松警惕。郭科，怎么样？检查结果出了吗？检查结果出了吗？哪有这么快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哦，其实今天我让你跟钱仁凯道歉，是希望可以牵制住钱仁凯。当然了，你多少也有点错。我错在做我们旅检这行啊，要有非常高的直觉，同时还要有策略，要学会虚以委蛇，避重就轻。就像钱仁凯那样，他让你把所有注意力盯着他的双肩包，还有他的行李箱，让你忽略掉他手中的保温杯，然后再激化你的对立情绪，这样你就更乱了，是吗？是。聪子，这小张上岗还不到24小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耐心，想想你师傅当年怎么教你的。我虽然还是旅检的新人，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这份工作磨合好。新人磨合？怎么了？你查钱仁凯的随身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为什么不放他走啊？我就是一种感觉。说说你的感觉。海关同志，你好，是这样，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这里边有黄精、有石斛、电动牙刷。魔幻眼镜。太新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而且里面的衣物、牙刷、电剃须刀、电吹风都几乎没有拆封过。邓姐，带所有人备寝室等我，你跟我来。沈副馆长，我申请 ADF331研制起飞，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郭聪，你昨天晚上怎么给我保证的？我只有50%把握了，但我师傅说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您要帮我。哎，这小子给我下命令。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我们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郭科，来，所有监控调到7点50分。好的。正常旅客的随身物品都是用过的，但钱仁凯的随身物品太新了，你这行业新人都能看出来，走私集团一定也可以看出来。所以钱仁凯的焕然一新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血基因样本携带者。检测基因需要时间，钱仁凯是蝉，引得我们的螳螂出手，为黄雀出关，骗取时间差，所以黄雀的出现必然在他之后。郭聪，你只有15分钟，这是国际航班，上面还有外事人员，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飞机在8点50必须起飞。非常抱歉啊。목소리 생겼어. 아이씨.
就是他。钱盛凯被带走的时候，这女人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露出表情。这女人着装竟然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普通一些，但是她的高跟鞋跟她的服装格格不入，而且她的步态左脚重右脚轻，所以我怀疑右脚的鞋跟里面应该有样本盒。沈副官长，我申请对 ADF331登记搜查。你有多大把握？50%，他还有50%呢。50%加50%等于25%。你数学老师是谁呀？啊什么啊？现在带章鱼登记检查。但是如果什么都找不到，那就是飞机无故延误起飞。你们2个要写检查，甚至停职。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我也愿意。好，我来协调机长和机师配合，去吧。是。喂，收到。你的盖世英雄来了，还踩着七彩祥云呢！别闹，他上来一定是有重大任务。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谢谢，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你好，中国海关。私？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どうしたの？请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怎么回事？私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带走。なんでそれ？誰か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か？めんどくさいな。西村静香さん、あなたが密輸品の持ち込んだ行為で飛行機の遅延を起こしたくさんの乗客を権利を侵害しました。もともあなたは密輸の疑いあり、すでに中国の法律に違反しました。あなたが今唯一にできることは私たちに協力して真実を教えることです。李姐，对不起，包裹丢了，视频都发到网上了。近日，某航班上，中国海关查获了一位外籍旅客携带走私基因样本，准备出境的案件。其中一位海关官员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喂，姐。大宝，去给我查一下，这2个海关是什么人？货的事儿我去跟客户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子怡，我出来了，没想到你却已经走了3年了。我知道，你不是醉酒溺水，你的死一定跟5年前出现在机场的娃娃有关。
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出那个放娃娃的人，给你报仇。表现不错，你还会哪几国语言？师傅，我主修英语、法语，选修希腊语。那这么说，日语是你自学的？我是动漫迷嘛，而且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我还读了很多日本变革推理小说。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师傅啊，您不是沈副馆长给我指派的师傅吗？而且今天您在这么乱的局面里面还能找出来走私分子，您这个师傅啊，我认定了。找出走私分子不是我们吕检人本职工作吗？对了，在他们面前不要叫我师傅，以后再说，听见了吗？是过客。对了，钱盛凯刚才反应你看见了吗？没有，我注意力都在那个西村静子身上了，我老怕他临时有什么动作。作为吕检人，没有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你总该关注一下吧？知道了，下回注意。那，您看出来什么？西村静子跟钱盛凯彼此不认识，他们都是跟自己上线单线联系的。最重要的是，钱盛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幌子。那这个走私集团也太狡猾了。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手，以前遇到过吗3年前我师傅在这的时候碰到过。那肯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吧？跟我说说呗。今后有机会再说吧。啊，对了，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钱盛凯要怎么处理啊？跟预测的一样，检测结果没有异常。但他明明就是走私集团放的烟雾弹啊！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你有证据吗？那个带夹层的保温杯啊，里面不是还有样本盒吗？装了中药的试剂盒放在带夹层的保温杯里面出境，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需要相关部门去界定。那他背后的线索呢？我们就不查了。我们是吕检人，不是你小说中一查到底的侦探。我们的职责是在100步之内，把不应该进出境的物品拦在国门线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听到吗？是。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做好吕检工作了？目前表现尚可啊。报告中国最帅海关，沈副馆长找你的。你们在这等我，马上回来。是。超女，现在这一屋子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呢，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张宇，现在这屋里这一个个啊，这一个个都抢着当你师傅呢。哎，不过我和严博不算。哎，也别算上我啊。一个吕小妍，再加上我们家那宝贝芊芊，我真是没精力再带个闺女。哎呦，干嘛呀，师傅啊？哎，要是真没有安排，就跟我师傅火哥学，扎实。哎，火哥就算了吧。啊，你看他那闷葫芦那性格，能说一个字不说2个字的。哎，你们还记着吧？博文刚来时候多好，能说会道一孩子，现在让老火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一肚子的道理，一点道不出来。高人多寡言嘛，大宇哥。哎呀，我呢，作为这个科里的老人，虽然说资历比不上邓姐，但是我和郭科老火那是丁点不差呀。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一个徒弟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千里马嘛。那是因为你嘴碎。就敢邓姐敢说什么话？起什么话？我虽然是话多，但是我就这性格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放心，张宇，你要当我徒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些经验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交给你，倾囊相授。哎，你也快省省吧，良居有主。谢谢各位老师，但其实沈副馆长已经指定郭科当我的师傅了。原来是先入的师门才进的咱们家门啊！哎呀，得，我又没戏了。
组织上的安排咱得听啊。但是，张宇，你知道为什么你第一天上班就让你站分流岗吗？我说说，你听听。我相信在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怎么都散了呀？没事，我跟你说，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明白郭聪用的是什么战术。这么重要一个案子，你交给一新人，你是不是想让人家知难而退啊？呀，孰轻孰重，我很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手脚呢？您是老于姐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还不了解吗？哎，那你怎么就知道他能顶得住压力呢？但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他确实顶住压力了。我觉得张瑜这个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哎，我来吧，你坐，你坐。在他骨子里面啊，有股子倔劲儿，而且他的直觉非常敏锐，我觉得是个做旅检的好材料，也是好苗子。好苗子吧？好苗子，好苗子，你给我好好带。行，我努力。沈副馆长，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走私分子他们的犯罪手法非常熟悉啊？你是说那个易集团吧？3年前我师傅捣毁了易集团之后，有能力制造这么多烟雾弹来掩护真正走私行为的走私集团已经绝迹了。这次突然出现，我觉得易集团可能死灰复燃。哎呀，先呐，别忙着下结论。单单从一个案子很难和过去的易集团产生联系。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啊，这个团伙很狡猾，你们呢打起12分的精神。是，去吧。所以咱们和走私分子用的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战术。但是张宇，你不是那螳螂，你其实是那蝉。郭科，大宇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是您丢给走私分子的一个饵吗？这不是沈副馆长找我有事儿吗？正准备跟大家复个盘，来，都坐。昨天半夜收到基因案的通报之后，我就有个疑问：黄金走私案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案，他们同乘的是一个航班 ADF331，这太过于巧合了。我觉得黄金走私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黄金走私案只是一个局，声东击西，混淆我们视听，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掩护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易集团，没错，他们的作案方法跟3年前的易集团非常相似。然后您就第一时间想到拿我当诱饵。是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我准备将计就计，给携带基因样本的艄公制作一个空门。因为黄金走私案也要抓，既然要抓的话，就会动用大量人手。你呢，对于抓水客方面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你作为诱饵最为合适。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聪的就是利用张瑜是个小白，才让艄公上当的。也不全是。昨天我也观察了张宇，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担心你过于稳定，所以班前会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些时间，也希望你们各位可以教他几招。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100%会开箱检查的。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另外呢，我也教他了多维度概率重叠这么一个研判方法。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艄公啊？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艄公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我会找一个同伴。善有者逆，善其者惰。他学习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他并不会用，所以艄公看到的慌乱是他身处信息爆炸中心的慌乱。
好啊，聪子，你这个老狐狸啊，给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了。张宇，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师傅啊，卖人都卖出花来了，以后你可得学好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一击必中的方法，还成功实施，不愧是我师傅。你别怪我把你扔出去就行。至于师傅，不着急叫，之后再说。哎，别再说呀。没关系，我师傅这是在考验我呢，我相信我肯定能通过的。不过聪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现在是当师傅的人了啊，什么事儿也得替徒弟考虑考虑。以后啊，什么禅啊、饵啊、战术这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行了啊。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哎，都别走啊！这么着急干嘛呀？这大上午的。那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旅检医科了，我们不得给他搞个聚餐欢迎一下，对吧？我也不行，好不容易中秋节能休息2天，我已经答应冯宁带孩子去见他外婆了。哎，你还真得好好陪陪他了。我跟你说啊，自从你们俩结婚以后，我就没见他笑过。他也不用笑给你看。哎，还真是啊，笑给你看就行了。但是这个我情况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大伙儿都知道，我和小兵都在海关，一天啊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都长。长辈一天还催着我们俩生娃，哪有那么方便的时间啊？是吧？哎呀，今儿估计我也得走。张宇啊，欠你顿饭，回头我给你补上啊。你们几个小年轻，千万别学我啊！好，郭可，你看你也不拖家带口，姑且算你个年轻人吧。一杰，我今天有事儿，你们组织个聚餐，欢迎一下章鱼，饭钱算我的啊。别呀，郭可，那章鱼好歹也算你徒弟啊。确实有事儿，天天都有事。严博文，哎，给章鱼办欢迎会，顺便帮他收拾宿舍。走，吃饭喽！来，给我儿子盛上一大碗。来，好，谢谢妈。榔心汤啊。儿子，你那个最帅中国海关的视频啊，连楼下张阿姨都看到了，刚才还打电话给我呢。你就这么被拍了，坏人看见怎么办呢？海关不管管啊？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怎么管呀？管不过来。那也不行啊，太危险了。你忘了你师傅当年？妈，我师傅那是特例嘛，海关这么多人呢，不都好好的？再说这种视频，看一阵就没人看了。那你要给我好好保护好自己啊。吃完饭了去看看你相叔，我冰箱里有新打的牛肉丸，给他带点过去啊。行，正好听说他进新设备了，过去看看。于姐，这什么东西？死沉。都是书，我没什么行李，这全是书，辛苦了啊。平板的不香吗？平板再说，这下我走。严博文，少说话，多干活。你这会儿不学你师傅了？哎呦我天！我天！他确实也挺辛苦的，也不是非得学师傅。我看你跟邓姐不是也挺不一样的。这人呢，在一起待久了就会越来越像的。没准哪一天我师傅也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了呢。没了吧？这都搬完了，辛苦了，辛苦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辛苦。没事，哎，我看你这有2张床，这个我一会儿给你搬出去吧，太碍事儿了。哎，别动了，就放那儿吧。于姐东西又不多，没准哪天我懒得不想回家了，我还能在这儿陪陪你。对，回头你要是被人欺负了什么的，还能来我这儿借酒消个愁什么的。不存在，谁敢欺负我呀？也是。哎，严博文，火锅点了吗？点了。你别告诉我是送到于姐这儿，那味儿一时半会散不了。地址是我房间。哎，
识去了，我就知道他想了的。我这泽尼特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这么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我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我自己买一套。哎呀，你花我的钱怎么了？啊，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别人能说出什么来？哎呀，跟你说啊，当初你要是接管了公司，那现在没准都该我花你的钱了。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那也是我们的心血。现在被你弄了一个后继无人，你说让我怎么跟你这个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哎呀，你又来了，我这不尝试过了吗？也许是机缘吧。其实我对人比对钱更感兴趣。您还说我呢？要不是您教我摄影，教我拍照，教我观察人，我能被我师傅一眼相中吗？来吧，朋友们，欢迎我们张瑜同志正式加入咱们旅检医科大家庭。恭喜于姐成为国科大弟子。别，还没正式认可呢，我努力吧。干杯！干杯！快点火开大点。哎呀，我跟你们说，今天在那个监控室的时候啊，我都快急死了。我看郭柯气定神闲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锁定那个日本女人了。这呀，就叫百步识人。百步识人，这是我们每个旅检人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只不过郭柯的百步识人啊，的确已经出神入化了。哦，郭柯说，是那个日本女人的步态和装扮出卖了他。但问题是，监控画面里那么多人，而且监控都是倍速播放的，我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郭柯呀，可是师承咱们旅检医科的传奇英雄陈三河老师。陈三河老师的百步识人就是一绝，郭柯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那就是师傅的师傅了。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个陈三河老师的风采呢。这可是我们旅检的传奇人物，我俩都来了1年了。就听着他传说了，人都没见着。没事儿，回头我让我师傅再带咱们去见。哎呦喂！哎呦，都我师傅了，我师傅了。哎，水开了，吃肉来。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百步识人是我师傅教的，其实你才是我的启蒙老师。哎呀，糟心，太糟心了，真的。哎呀，你说怎么就被这个陈三河他捡了个漏呢？不过话说到这儿，你师傅最近怎么样啊？我可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他这车祸后遗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那个记忆越来越差。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吧，他还能记得我。如果我再去，他没准可真就不记得。他也许记得你，但是记得哪个时期的你，就不一定了。哎，我这个老同学啊，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行了，不说这个了。哎，跟你说一别的事儿吧。你说，我也做师傅了。你也做师傅了？只不过是个女徒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有。哎呀，我懂了。哎。你师傅陈三河教你那些招完全用不到人姑娘身上，对吧？傻小子，这就是你没谈过恋爱，知道了吧？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呀？你们表面上是师徒的关系，但实际上你们关系是什么？男和女。你这2种关系你都得处理好了，你才能当好一个师傅啊！你说你恋爱都没谈过，你怎么猜人姑娘心思？哎，行，我去试一试您新装备啊！一说到这儿你就跑，你怕我抓你相亲去啊？杰斯部门的反馈过来了，那个西村静子携带的就是研究所丢的那份基因样本。据西村静子招认，她是被国外的一家公司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而且呢，她是在一个名叫什么归乡人的微信同乡会上被人盯上，从而发展成水客的。
现在的烧工都在微信群里面找目标了，还真是与时俱进啊。哎，那个网络烧工啊，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在群里边呢跟别人其他人都不聊天，就跟西村静子聊得火热。而且啊，他那双鞋呀是邮寄的，两个人线下根本就没见过面。而且最近我有种感觉越来越强烈，3年前易集团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正在死灰复燃。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网络烧工用的是虚拟手机号注册的微信，西村静子这边啊也没有带什么更多的线索。哎，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案件和当年易集团的系列案有什么联系。大宇哥啊，什么叫烧工呀？啊，这烧工啊，就是组织水客非法走私的人。水客呢，就是携带非法物品进出境的人。烧工一般都不带货。哎，这么跟你说吧，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烧工就是走私集团的 HR。师傅，喝奶茶。啊，谢谢，不喝这个，我只喝白水。这件事呢，我可以代劳。你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只喝白水吗？为什么呀？因为他每天呢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物质的嗜好，因为有了嗜好，就容易产生依赖，有了依赖放大以后就会变成欲望，从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胡说，白水它健康。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快乐呀，健康和快乐同等重要。哎呀，听见了吧？啊，别看老火一天啊烟不出溜闷葫芦一个，说出来的话能噎死。我也想要快乐，小魏也想要快乐。来，快乐都有，快乐加倍。谢谢。咱们先继续啊。下图耳边喊师傅。郭科，我还是觉得呀，那个钱盛凯就这么放他走，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钱盛凯，我们没有权利查他。那我再给你看个东西。那天钱盛凯脱外套的时候，他钱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钱包里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看起来不像是名片，也不像是银行卡一类的，大概长这个样子，你有印象吗？欧菲电子公司，滨海市知名的企业。这张卡片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门禁卡吧？那钱盛凯工作不错呀，为什么非得当水客呢？所以啊，人心嘛最难琢磨了。欧菲电子公司。聪子，现在有2个航班已经延误了。钱盛凯，电子工程师在职。哎，师傅，咱们可以去当面问问他呀。我再重申一遍，你既不是边检，也不是缉私，你是旅检，管好你100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哦。老钱，一块走啊！啊，你先走，我等会儿还要加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私自查案违反纪律，你知不知道？你不是也来了吗？我看你上机场大巴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那你不查，还不能让我查了？师傅跟你说的话耳旁风是不是？跟你说多少遍了，咱没有权利查别人。我这算偶遇。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还偶遇了？我问你，就算你拦住钱盛凯，你想干什么？威逼利诱啊？当然不是，我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开口。首先，如果你主动盘问他的话，就是违反纪律。其次，就算你能这么做，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小儿科吗？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会听你的？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警察、公安还取什么证啊？查什么案呢？
那如果是他送上门来，不打自招，这不算违反纪律吧？哎，师傅，你去跟着他，我去就来。你回来。喂，老婆，今天又要加班，我晚点回去，你跟甜甜别等我了。宵夜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嗯，好，那我先挂了，拜拜。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哎，这儿。师傅，是我。你穿成这个样子，你是担心钱盛凯他关注不到你是不是？我就是故意要让他关注到我。他人呢？不知道。我不让你跟着他吗？师傅，你少叫我师傅。对不起，着急了。回忆一下啊，他下楼的时候什么都没拿，是吧？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他指了下上边。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他马上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回来的。你这一点没有关注到吗？师傅，你这百步石的本事可得赶紧教我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行了，说说吧，穿成这个样子，准备怎么干呢？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盛凯在机场见过我，我不能让他认出来嘛。然后呢，怎么办？我怎么说，你就怎么配合，好吗？嗯。来了。すみません。然后指一下。好，他应该看到我了。我就是一寸镜子，我还可以提起鞠躬，90度鞠躬，可以。行了行了，走走走。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钱盛凯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体面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不同于那些职业走私分子。他这次失手后，内心肯定是相当焦虑甚至恐慌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旅客检查室外，他应该是见过西村镜子的。就算他听不懂日语，他也一定看见了那个基因样本盒。那么他就基本上明白，这个日本女人跟他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故意让他看见一个说日语的女人和你在一起。如果他想证实自己是不是会被卷入后续的案件调查中，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找我们。你就这么肯定？也不是，但是来都来了，不吓唬他一下，岂不是白跑一趟吗？
再次重申，违反纪律的擅自行动没有下一次，记住了吗？是，师傅。上车。谢谢师傅，那我走了。不客气，拜拜。谢谢师傅。昨儿给你留的题解出来了吗？小黄花，哎，老伙计提醒啊，博文都难住了。我跟你说啊，你师傅就印证了那句话：话少的男人都是狠角色啊！哎，不服再来啊！你看这个，小心头。哦，好，没事。他俩玩什么呢？哎呀，可无聊了那游戏，他们每次半前半后都喜欢玩这个。说是呢，有一张图片，你盖住图片上的一角，然后猜后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游戏啊，还是你师傅发明的。我师傅发明的？嗯，听着挺有意思的，你去看看。特无聊。哎，干啥呀，大姐？算我一个呗。不是，我说你们玩的游戏带我一个呗。你确定你要玩吗？来真的？来真的呀。那来呗，没问题啊。反正咱科呀，所有人都得会玩。你师傅研究的，这什么？蝴蝶。哎呀，没那么简单，要精确到产地和品种。3、产地、 2、1。光明女神闪蝶，产于南美亚马逊流域。正确。还来吗？我不怕被虐，被虐才能进步嘛。来，像你师傅啊，别着急。老火昨天出的一道题，连博文都难住了。这个什么？小黄花。什么？快说。月季不是玫瑰，黄师傅什么玫瑰？伊豆舞女产自日本。伊豆舞女产自日本。哎，郭哥不带你这样的啊，作弊没法玩。徒弟太弱了，没办法。郭科就是怕咱你好，李简一科。千里迢迢跑这解围来。哦，找郭科啊。你师傅就是这样，对你呢凶巴巴的，但是私底下一有外人，哎呀，老糊涂死了。郭科，你电话。哦，来了。看这个，这什么？这个是香蕉树。哦，对，我刚想说就是。哦，您好，我是郭聪。哎，刚想说，这巴西钱先生，您有话跟我说，现在吗？好，机场咖啡厅，一会儿见，拜拜。被你猜中了，钱盛凯来了。真是他呀！哎，师傅，等等我。哎，郭科长，不好意思啊，我老是忘记放牌子。没事，下回记得啊，万一有旅客滑倒就不好了。啊，一定，谢谢。没事没事。郭科，哎，挺渴了的。郭科长，钱先生，你好。你好。郭科长，
冒昧打扰二位了。我是想问一下，上次那个外籍女人，你们是不是也放了？钱先生，您这个问题啊，涉及到海关办案，所以不能透露。啊，是这样。前2天我在外面好像看见他了，跟他在一起那个人，跟您还有点像。郭科，他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张宇，海关办案进度不能跟外人说，你不知道吗？郭科长，我怎么算是外人呢？钱先生，我记得您说之前您买那个保温杯是在路边随手买的，您不知道里面有夹层，也不知道夹层里面装一些东西，是吧？所以啊，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案件来说，你确实是外人。当然了，随着案件深入，证据越来越多，那就不好说了，你说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办案进度，毕竟我也是当事者嘛。办案进度呢，确实无可奉告。但是有2句话怎么说来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戴罪立功，从轻处罚。钱先生，如果您是被人利用，那就没必要替对方隐瞒。其实那个外籍旅客，张宇啊，我说话你听不进去是不是？哎呀，师傅，我看钱先生也是有意配合，咱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嘛。是这样的，钱先生，如果你能把事情都说出来，那就好办了。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毫不知情，被人指使的，对吗？我看您的生活也算是衣食无忧，为什么非得去带货呢？这背后肯定有苦衷吧？您是不是被人要挟了呀？其实您也是受害者，对吧？对，郭科长，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逼的。是。都说中产死于投资，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这一路本来走得挺顺的，可谁不想多挣点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呢？是不是？3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投资一个跟区块链有关的项目，我一开始投的不多，后来每期都能按时收到利息，我就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可谁知道到5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就无影无踪了。我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敢跟老婆说。每天我就想着，怎么能尽快把这个窟窿给填上。让你带货那个人跟你的债主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的。那个人是上个月通过网络找上我的，但是他好像特别了解我，特别知道我需要什么。带一个杯子就给2万块。这我哪忍得住啊！哎，但是郭科长，我发誓啊，我真的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杯子，我就相当于是被一个黑心老板雇佣了，给他们做临时工，收钱按照他们的吩咐，我走了一趟，结果飞机都没上，就让你们给摁了。你在哪儿取的保温杯啊？这个。都那么久，我都忘了。钱先生，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你现在可以走了。不是郭科长，你现在可以走了。钱先生，你还要继续赌下去吗？你说什么？你为了获得暴利投资区块链，不惜用整个身家去赌。你明知道带一个杯子就能拿2万块，这事儿不正常，但你还是赌你能安然过关。现在你还要赌，你赌我们找不到艄公，这样你就能全身而退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啊，钱先生，所有的赌徒都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输，输到一无所有。郭科长，是不是只要我说了，就真的能平安无事？钱先生，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其实你是有机会的。
我说，我答应带货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我开车去了明镜路的一个小巷子，但是没见到人。去的时候，钱已经放在垃圾桶里了，杯子跟行李箱是当天早上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拿的。所有的步骤和说辞都是打印好的，上面还提示我看完之后要把它烧掉。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女士。西村静子和钱盛凯一样，完全没有见过自己的上线，他们是被一步一步指引进入这个局的。还有章鱼，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照片都被走私集团看见并且利用，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机场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有很多部门的工作区域和我们是有交集的。报告，报告，前副馆长，郭科，娃娃又出现了。来，大家安静一下啊，配合一下，不要在这堵着，好不好？来，啊，我刚才就在这里，正准备洗手啊！你们机场那个保洁也是的，那个洗手液没有了，也不赶紧加回去的。哎呦，那个娃娃就在那个垃圾桶上面放着啊！我以为谁家小孩子贪玩放到上面了吧，我就进一看，哎呦，那个娃娃整的老恐怖的，你晓得吧？你说现在啊，这个设计玩具的这个人，这个脑袋是不是瓦特掉了呀？啊，给小孩子抱的玩具，你设计那么可怕干什么呀？哦呦，吓死个人了！哎，我正在那洗呢，他突然间就叫了起来，哎呦！这也就是我这个人身体素质好得很，知道吧？你要是换做别人啊，身体素质不好，心脏不好，有什么高血压，那直接就嘣就倒下去了。机场都要担责任的，你晓得吧？啊，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问一下，那娃娃是怎么叫的？那个娃娃，哎，那个娃娃像是一阵诡异的笑声啊，就跟那个恐怖的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啊。哎呀，哪个电影我记不得了嘛？反正肯定是做了那个变声处理，就是把那个声音做得很诡异，那个娃娃那个声音，感觉说了有个5、6遍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笑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恶作剧吗？给一个兄弟吓的呀，那都尿到裤子边上去了，我就赶紧跑掉，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现场也让我保护起来了。哎，我看你们都是戴大眼帽的，这个娃娃不会是冲你们来的吧？我跟你讲过，那个国外大片我都看过的，那个片子里面，哎呀，这和今天的航班没有关系吧？这个娃娃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吧？我赶时间的呀！这位先生，请不用惊慌，没有根据的事情呢，也请不要随意猜测。航班的飞行安全问题啊，也不用担心。还有，关于今天的事件，也请您替我们保密。是，哎，那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了，这，好多人都拍下来了嘛。那请配合我们工作，尽快删除吧。哎，同志您好，我是机场海关沈学军，我能方便看一下那个娃娃吗？好，谢谢啊。这个娃娃背后粘着一个老人机，应该是设置了闹铃，铃声就是那个童声。哎，同志，麻烦您再把正面给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他们的胸针很明显是之后别上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好，谢谢。
虫子，你现在担心就不是担心了。这个娃娃的出现，就证明基因案与易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难道说，这个易集团真的要死而复燃？我也有些疑惑啊。同样都是娃娃，但3年前的娃娃是在易集团行动之前出现的，挑衅的味道非常浓；而现在的娃娃是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行动失败之后，所以非常令人费解。要是走私不成，制造恐慌来恶心咱们。哎，老刘，郭科，哎，辛苦啊！哎，应该的，我这有点着急，我先走了啊。嗯。毕竟都是娃娃，就算再恐怖的话，它引起恐慌的面积也就这么大。走私集团行动如此缜密，那么无聊且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做的。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之前都是涉及毒品，而现在是血液基因样本，所以这些娃娃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含义，但不是挑衅，应该是预警。这个娃娃的案件细节，知情人一直是严格控制。那这个放娃娃的，一定和3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才的预警很有意思，预警什么？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基因案本被我们截获，那么这个走私团伙呢，就不会轻易的偃旗息鼓。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门，以不变应万变。你回去给医科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一下。我呢，马上上报，通知其他同志注意一下。是。当儿里个儿里个儿隆的咚咚里个咚里个咚嘚儿咚当咚隆咚隆咚里个儿隆的咚，当当当里当当当里个儿隆的咚。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啊，萨子一集团在咱们这儿是干一票折一票，干一票折一票，还露出了很多的马脚。最终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是直接摸到了他们老巢，给他们端了个底儿朝天。但很奇怪啊，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不是那电影里边总有那些犯罪分子喜欢挑衅警察吗？我觉得这个易集团这帮人啊，执着。图什么呢？那些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走私，又不是为了较劲。如果说医科是块硬骨头，那他们应该绕开这块骨头才对啊。心理学上说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尤其是对犯罪分子来说。那所以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呀？我只是猜测，师傅。没关系啊，说来听听。首先我觉得易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医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医科，那些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医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哎，别说章鱼这个脑洞开的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内鬼，良心发现了有人？大宇啊，你稍等，让他把话说完。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不无道理。哎呦，老伙，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是啊，我师傅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当年易集团被抓获的那些骨干成员，也只是知道娃娃的事儿，但没人知道娃娃的出处。3年前，易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点了炮，后来无路可逃才畏罪自杀，所以他肯定不是放娃娃的人。这个娃娃多少有针对萨子一的嫌疑。那这个放娃娃的隐形人到底是谁？是敌是友，也不清楚。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呢？事后警示没有意义。事后，哎，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
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想黑吃黑。不无道理。哎，老伙，这次咱想到点上了啊！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10分钟之后开会。师傅，咱们怎么查？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该去当侦探。当梆啷梆梆。以为我不想？子怡，我一定能找到那个凶手。老家伙，想他了。哎，疼，这疼，这疼，这是有点疼。师傅，怎么了，大夫？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那枪咱能不打吗？怎么了？疼，可疼了。行，不打了。哎，谢谢啊。那好，你们聊，我先去给其他老人做调理。谢谢你。谢谢啊。好，不客气。小宋，我笔记本呢？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天天找的那个，这个桌上，在这。哎，我记得我放抽屉里了。哎，是这个吧？啊，对。哦，那我去忙了。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本来姜师傅也来看您的，但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他给我拿点钱，说是买点吃的给您带过来。姜是我同学，不是上课的吗？你是不是又逃课了？没有。哎呦，郭总啊，我跟你说多少遍，这出任培训班就这么1个月，你又是零基础，你再不努力的话，你怎么跟那些海关院校毕业的学生比啊？
报告，中队。说。今儿周日，您忘了？搞错时间了。哎呀。周日啊。周日我让你们练习百步诗人，你跑这儿干什么来？这不好久没见您了吗？想看看您呀，想您了呗。想我干什么？我这很快就回去了。再不回去啊，沈月就是疯了。他可管不了你们这帮皮猴。皮猴，哎呀，这皮猴多加锻炼也能成为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是不是？不是啊。你看师傅，这外面空气可好了，带您出去透透风。哎，师傅，跟管理请假了吗？请假了，真请了，真请了。走，是。这边。哎，师傅。跟你说个事儿，师傅，我也做师傅了，收了个女徒弟。您说我哪会带什么徒弟啊？我只跟过您一个师傅。您这铁血风格，我带个小子还行，这个女孩子，这个轻重缓急的，我也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呢。新来的。对，新来的。哎呀，是个好苗子啊，学心理学出身的，比我强多了。我也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前两天关里出了个案子，跟当年萨子怡的犯罪方式非常相似，也是弄了一大堆烟雾弹。不过您放心，我都抓住了。那个娃娃又出现了。娃娃什么娃娃？抓住了吗？抓住了，一定要抓住他。冯子，你马上要成为一名中国海关，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明白，师傅。老陈，你又在找什么？哎，9点了。松儿，来正好，你帮我个忙。我这个笔记本找不到了，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记一下。今天早上不是给你了吗？在这啊，是这个吧？哎，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好多类笔记本在一块儿。我记，哎，你知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现在就想不起来放哪儿了。看，是不是这个？这好多本子，是这个吗？嗯。我来看看，中国，就是这个。哎呦，你说我这脑，我跟你说，小宋，这些啊都是我平时的工作日记，还有我的学习笔记，可以说我这一生全写在这里面了。这个包是你当时带过来的啊，然后我看你放那一直没动，所以我就给你收起来了。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好，我先走了啊。好啊，拜拜。谢谢你，小宋。不客气。调养系。在高原站岗侵蚀并不算辛苦，除了初期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痛，
其他的还算正常，一切都很和平，就是孤独。有一只秃鹫，时不常会飞来，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看着我。你看着吧。一集团。哎，老秦，哎，那个教官的快递呢？啊，在那个快递桌上。哦，什么人送过来的？一个快递小哥。好嘞。进。教官，您的快递到了。快递？我没有接到快递电话呀，是不是打到办公室去了？没有，是门卫打电话让我过去拿的，上面写着赵馆长收。那门卫有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问过了，就是普通的快递小哥。好，我知道了，放下吧。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到我这儿的，跟娃娃一起的还有这个。教官，这是不是又是恶作剧啊？咱们海关每年接收的这个虚假信息可不少。但是今天凌晨，咱们海关的确是收到了国际刑警的线报，说是会有走私分子携带新型毒品搭乘 KM997航班抵达滨海。老陈啊，这个航班在你班上，你得盯住了。哦，这娃娃，公安那边查过吗？查了，这个娃娃不常见，是从日本进口的，也不便宜。公安正在协同有关部门查询购买信息。啊，另外，快递小哥那里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包裹先是放在快递柜里，快递柜的监控遭到破坏，然后才由快递小哥送过来的。电话号码和下单信息是虚假的，我估计应该是从网络上购买的。这个人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信息，把娃娃邮过来，我觉得不像是个恶作剧的人。你看啊，又把这个毒品2个字用红色标记出来，这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信息呢？也许就是强调了。不可能，就这么几个字，你全写成红色不就完了吗？而且这个人做事比较缜密，他的行动应该是都是设计好的。难道说就是跟红色有关？团长，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今天入境北检处是你们2个当班，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告诉同志们，让他们加强检查力度。是。